重生，回到了我被替嫁、含恨而死的那一晚。别动，顾家迎亲的到了，你替我嫁。上一世，我替嫡姐嫁进了顾家，累死累活替她撑家业，还帮她洗白见不得人的黑钱，活活熬垮了身子。可他们天天给我灌毒药，你原本就是给我铺路的。等你死了，我便没证娶你姐姐。到死我才看清他们的真面目，我不甘心。顾承安榨干我，在风光娶她，这一世该你们还债。阿婉，你姐姐是伯府嫡女，婚托半分错不得。顾家吉时就到了，你乖一些。等今晚过去，母亲自会给你挑门更好的。怎么，吓傻了？前世我就是在这里低了头，这一回我只觉得他们丑。说话呀，哑巴了！你笑什么？笑姐姐会挑。姑娘，小婉，你疯了！你装什么清高？顾家的人都到门口了，你不去，难道让我去？不然呢？这婚书写的是伯府嫡长女江妍，还是伯府庶女江婉？你姐姐身子不适，家里让你先嫁过去。新娘子也能换？母亲这是当顾家是傻的，还是这满京城的嘴都能封上？你少拿话唬人！你不过一个庶女，今日肯替我伯府尽你份情，真闹到喜堂上去，丢的是谁的脸？不过是权宜之计，何必闹得这般？迎亲的队伍坐在门外，再不上轿，姐姐你就得自己出去拜堂了。来人，把二姑娘扶上花轿。今夜顾家要抬走的是新娘，不是尸体。小婉，母亲别急，要么让姐姐自己嫁，要么我拿婚书去前厅。你敢？我死过一回的人了，我还有什么不敢？今日这门婚事我不替，婚书是谁的名字？顾承安算什么东西，也配让我亲自出门？他母亲那样的畜生，我这辈子都抬不起头。夫人，镇北侯府也来人了。他们来做什么？说是世子身子刚稳，奉老侯爷的意思，今日先把定礼补送来，免得失礼。母亲，顾家的婚约我不要了。你还想做什么？我要嫁镇北侯世子。凭什么？凭顾家的婚书不是我的，姐姐既嫌顾家低，那正好，你自己的婚书你自己嫁。阿婉，顾公子来的正好，你顾家求娶的是伯府嫡长女江妍，不是我江婉。你住口！我为什么要住口？还是说母亲真打算让伯府2个闺女，今夜一个顶一个的嫁到顾家去？今日既有2家登门，我便当着诸位长辈与宾客的面把话说明白。顾家婚书不是我的名字，我不嫁。若镇北侯爷府不嫌我出身低，也不嫌我今日把脸丢到明面上，江婉愿嫁世子。巧了，我今日来也是来接人。上轿吧，江二姑娘。世子院里不收反悔的人。江婉，你休要胡闹！顾公子，我的人别碰。是顾家的门我不进，今夜我嫁陪葬。侯府的规矩倒是严，进门便叫人绞了脸，换了这身自愿的正红喜服。伯府那层恶心人的劣质纸总算扒下来了。胆子不小，不大，只是死过一回，不想再死第2回。听说伯府逼你逼到间隙，你今晚在伯府说的话有几分真？世子把他给我，不只是撑人面吧？这对镯子里有夹层。再往下说，就是拿命换消息了。世子既肯接我进门，总该先让我知道为什么接。顾家和江家联姻对我不是好事，你当众念出婚书内容，是把2家提前架到了火上。我接你，是因为这步棋与我有利。那我也直说，我嫁你也不是因为情分。我知道顾承安在盯侯府一条线，这条线和你的药引有关。我前世就是因为碰了顾家的账，才没活着。所以，你能给我什么？我给世子第1条消息，世子给我3条活路。
活路，你倒会做。第一，我既进了听雪堂，就不做摆设。侯府若有人明着踩我，世子得管。第二，我要见你院里管药、管账、管文的人。第三，顾家和江家若来要人，世子不能把我推出去。侯夫人给你用的药里，有一味不该常年出现。我现在没有实证，说的太细，世子未必信。但若从明日起的药查起，10天之内，定会见分晓。听雪堂里管药的是周嬷嬷，管账的是长顺，守门的是青燕。明日你都可以见。那这杯合敬酒算不算同盟？你想清楚，往后若真查下去，你会得罪的不止顾家和江家。世子，侯夫人那边来人，说心腹进门，身边的人得先送去规矩宫过一遍。听雪堂的人带着我的东西再被拖去规矩房，那就是在打我的脸。回去告诉母亲，我的心系我自己教，他的人也轮不到别人动。江婉，别高兴太早，我既留了你，你最好真有本事。世子放心，下一次我也会替你来，拿我这条已经死过一回的命。少说这种晦气话，往后要死也别死在别人算好的路上。那要死在哪里？好，先活到把账翻完再说。姑娘，今日敬茶，夫人定要好好教您规矩。那就让他教。起来的倒早，看什么？看世子命贵，这一碗药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盯。今日你若被人刁难，是想自己回，还是等我开口？先让我自己回，真应付不了，再劳世子出面。来了，昨夜折腾那么久，我还怕你今日起不来。儿媳不敢。嘴倒伶俐，既会说实话，那就先把规矩学明白。儿媳曾听嬷嬷说，给长辈奉茶要7分热才算恭敬，太烫是催人，太凉是怠慢，还请母亲容儿媳把这盏茶换过，再来敬。嫂嫂这话说得巧，不过一盏茶，母亲都还没挑你，你倒先挑起茶来了。二弟误会，今日我敬的是婆母，守的是世子院的脸，若明知茶不妥，还敬母亲，才是真的大胆。你倒处处把世子院挂在嘴边，儿媳既进了听约堂，自然要顾听约堂。不过母亲若觉得这茶能用，儿媳也不敢不敬。罢了，换一杯。这是做什么？心腹懂规矩，给我敬茶呢。我倒看着像是有人在教他规矩，只是母亲院里的规矩，我今日才知道，敬给长辈的茶要烫成这样。世子恕罪，老奴一时疏忽。疏忽？你在正院伺候这么多年，连茶温都摸不准。阿照，不过一盏茶。母亲说的对，不过一盏茶。既不过一盏茶，那也不必叫他跪着端这么久。起来。昨夜母亲要他的人去规矩，今早又拿敬茶试，儿子倒想问一句：听月堂心腹进门，母亲究竟是不放心他，还是不放心我？阿照，你定着，我不与你争这些口舌。只是心腹若连半点规矩都放不得，今后怎么长家？长家？母亲若真想教他整家，不如先把正院这些连茶都端不稳的人换掉。大哥，母亲也是一片好意。什么好意？轮得到你替替母亲操心？还是说你如今连长房的内院也想一并替母亲管了？茶还晃吗？母亲，请用茶。母亲既已受了茶，那儿子也说一句：听雪堂的人以后不必再送去规矩。
他身边的人，母亲也不必替我管。多谢世子。谢我什么？谢世子给我撑这场脸。不是给你撑脸，我是为了护住听雪堂的脸面。那世子如今看我算赢了几分？3分吧。才3分，剩下7分，等你先把自己站稳了再说。世子非安，嬷嬷是听雪堂旧人，不必这样生分。厨房已经备了早膳，世子妃若是腿上不舒服，老奴待会儿叫人送药油来。有劳嬷嬷。长顺呢？在账房候着。带世子妃去看。世子现在就让我看？不是你昨夜自己要的，怎么，今日又不敢了？世子既舍得，我自然敢看。那就去，看完了回来告诉我，你看出什么？给世子妃请安。世子这3个月的药钱都从听雪堂自己的账上走。是，一直如此，也不算一直。前几年侯府大账会拨一部分，后来世子说嫌麻烦，便分了出来。听雪堂近半年药钱的明细单独立给我。世子妃，这怎么？世子昨晚怎么吩咐下来的？今早就不算数了？小人不敢。那就去理。是。昨夜正院的人来了几波？2波。第2波是什么时辰？丑时末。世子是想先听账，还是先听人？先听。账房太干净，长顺不算坏人，但他有顾忌。药钱被单独拎出大账，不像是为了省事，更像是为了避人眼。还有，你今日的药方比前人多了一味温补安神。只凭2张药单，你就敢断？我不是断，可若真有人想叫世子一直病着，最稳妥的法子从来不是一口毒死，是让你日日都在补，日日都不见好。还有呢？还有门房，正院昨夜来了2拨人，侯夫人不是一时起意，她是在摸听月堂的底。所以世子昨夜拦得漂亮，今早也护得及时。可后面若还是你挡一次我回一次，旁人迟早会摸出来，我们并不算一条心。你想说什么？我想和世子换个更实在的条件。你说。我替世子把听雪堂里这3条线捋顺，至少先找出谁能用，谁有鬼，哪条线最先该动。作为交换，我给世子一条顾承安的利益线。顾承安？顾家有一笔赃银，不走自家明账，走的是外头2间绸缎铺，账面看着是压货，实际上每月都会拿一部分现银出来，送去填别处的空窿。这笔银子前世我替他评过，总之那2间绸缎铺，一间在南市，一间在西街。世子若查，应该很快能查到不对。你把这条线给我，就不怕我用完就扔？世子要是真想扔我，昨夜就不会接我上轿，今早更不会在正院替我挡内斩查。再说，我要是连一点真东西都不给，拿什么换世子的信任？青青，去查南市和西街那2间绸缎铺。是。那世子是不是也该给我一点东西，才算公平？你想要什么？世子院里旧年的药案。只能看，不能拿走。世子早就在查。不然呢？真等着别人让我病死？笑什么？笑我没嫁错人。先别急着下结论，等你把账药都看明白了，再来说这话。阿婉回来了，世子今日身子可好？侯府待你可还好？父亲呢？你父亲在前厅见我回门，他不出来，是觉得我如今坐的还不是镇北侯府的车，不配叫父亲迎一迎。你这孩子怎么一回来就说这种赌气话？你父亲自然是念着你的，只是世子大驾，伯父蓬荜生辉。不是说冷？方才在车里不冷。那现在呢？现在也还好。既不冷，就别站门口陪人说废话。母亲，带路吧。见过父亲。你还知道回来？女儿回门是礼数。礼数？你在伯府门前当众退婚改嫁，叫满城人看我江家的笑话，如今还敢跟我提礼数？老爷，孩子才刚回来。
他是回来吗？他分明是回来要债。既然父亲自己都说了，那女儿便不绕了。我今日回来，确实是来要东西的。我就知道，才进侯府几天，尾巴就翘起来。你是回来要什么？要母亲再给你补一份体面，还是要父亲替你收拾那夜的烂摊子？我要我母亲的嫁妆册。胡闹！你母亲去世多年，嫁妆早并入宫中，哪还有什么册子给你翻？并入宫中，我母亲的陪嫁庄子、2间铺子、城南那处宅子，哪一处不是白纸黑字写在她名下？父亲一句并入宫中就想抹平了。谁教你这样同我说话？不是谁教我，是我嫁出门以后才明白，原来有些账不当着众人的面要，就永远要不回来。回门本该和气，你母亲的东西若真有什么没理清的，私下同伯父伯母说就是，何必闹到台面上，将世子也跟着难做？世子以为呢？顾公子这话说的奇怪，我母亲的嫁妆与顾家有什么相干？竟劳你在我伯父回门宴上替我做主。你少阴阳怪气。承安哥哥是好心，好心，姐姐若喜欢这份好心，大可以自己留着。只是我今日要的是我母亲的东西，不是顾公子的意见。父亲若说册子没了，那便把库房钥匙交出来，我自己去看。你一个出嫁女，竟敢回娘家翻库房！那父亲是承认东西还在库房里。阿婉，你何苦逼你父亲？你母亲的东西这些年哪样少过你？你院里吃穿用度哪样不是伯父给的？母亲是打算拿我这些年吃的米穿的布去打我生母的陪嫁庄子和铺子。我何曾是这个意思？我母亲死后，她的嫁妆谁在管，账本谁在管，铺子银钱最后进了谁手里，母亲心里最清楚。伯父伯母，既是家事，我这个外人不好多言。只是阿婉如今已是世子妃，言语再这样锋利，传出去对侯府也未必好看。世子以为呢？顾公子既知道自己是外人，那就少替我侯府说话。世子，这是我伯父家事。巧了，你们方才也说了，她如今是世子妃，她的脸丢在伯府门里，传出去，外头先笑的是谁？伯爷心里该比我清楚。你要什么？继续说。父亲说册子没了，那女儿便先报给父亲听。城南3进宅子1座，清溪庄田地130亩，南市绸缎铺1间，西街香粉铺1间，另有现银5000两，压箱金器12件。你胡说！这些东西你怎么可能记得这样清楚？姐姐不记得，不代表没有。还是说这些年母亲拿我生母的东西给你添妆添惯了，叫你以为本就都是你的？父亲若不信，可以叫账房来，也可以叫库房管事来。今日当着世子、顾公子和满厅下人的面，把账合一合。来人，去请库房管事。老爷，住口！不必这么麻烦。阿婉，你若只是想要一个说法，我替伯父做主，先把你母亲那2间铺子的收益补给你，如何？顾公子好大的脸，我母亲的陪嫁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补？这话你前世就该说。顾承安，你一个外人插手我母亲的嫁妆，要么是你太爱管闲事，要么是你早就知道这笔账里有你该拿的东西。老爷，库房那边出事了，放旧册的那间偏库走水了。别乱跑！那是我母亲的册子。我知道，所以你现在更不能自己冲过去。清景，带人去库房，一张纸都别让人再烧了。小婉，你今日这一刀捅对地方了。没用的东西，连个库房都看不住，要你们有什么用？世子妃，偏库里能带出来的旧物不多，这只匣子压在最里头，火还没烧进去。别的呢？只抢出0、3两摞旧纸，多数已经糊了。还有
偏库窗下留了一串脚印，鞋底沾了香灰，不像库房的人。今日之事是伯府家丑，谁都不许往外说半个字。父亲放心，我也不想伯府难看，只是这偏库既然烧了，母亲那份嫁妆册到底有没有，往后就更说不清了。阿婉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不成你还疑心这火是我放的不成？我没说是母亲，可母亲既然急着认，那我倒想问一句，偏库放旧册的地方，除了管库房的婆子，还有谁常去？够了，你还嫌闹得不够大？不闹大，旧账怎么见天日？伯爷若是真想把这事压住，不如先查清怎么会起火，不然今日烧的是偏库，明日烧到正库，伯府岂不是更没理？查，自然要查。那就好，既然要查，这匣子便先带回去。世子，这毕竟是我伯府之物。巧了，里头若真是他生母的东西，那也不是伯父的。姑娘，方才真吓死我了，奴婢还以为老爷会让人硬把匣子抢回去。他不敢，至少今日他没那个胆子。姑娘，那现在打开看吗？回去再看。开吧。这是我母亲留下来的。那这封信呢？二姑娘，他们防的是我。这信里提到顾家，绝不只是单纯的嫁妆账。通源钱庄，怎么？顾长安那2间绸缎铺，平时走账也常过这家钱庄。世子，顾承安和伯府怕是比我们想的连得还要早。那今日伯府偏促这把火，不一定是他放的，可至少他知道烧什么最该灭口。姑娘，您别太难受。我不难受，我只是觉得顾承安这局铺的可真够长的。世子，今日回门这趟，我本来只想拿回一份嫁妆册，现在我改主意了，我要把伯府和顾家这些年吞下去的，都一页一页原样翻出来。那你动作得快些，别人已经开始烧第一把火。顾家今日从伯府回去后，顾公子和江大姑娘在马车上起了争执，就把自己那套赤金头面全砸了。他们2个都是最爱体面的人，这婚事可就再难像外头看起来那样光鲜了。你之前不是说想看对照组婚事，这不就来了？还不够，我要顾承安连装都装不住。世子妃，正院那边刚传了话，说二公子明日设小宴，要给世子妃压烟，还请了顾公子和江大姑娘一道来侯府。回门刚闹完，二公子明日就急着社会请人，他这算盘打得可真是时候。他是生怕局还不够乱，想把刚裂开的那道缝摆到我们眼皮子底下试一试。世子，这宴咱们去吧。不怕他们又给你摆局？怕，可他们既然爱摆，我们总得去看看，这回谁先上桌，谁先露馅。周嬷嬷，是出什么事了？外院刚传了话，说二公子那边把现在方丈房里做过事的许婆子，她这2年犯了手抖的毛病，记账慢，前些日子才被拨去了江喜房。今日二公子设宴，正院那边突然说他冲撞了贵客，要把人拖出去发卖。大宴还没开，倒是急着先动起大账房的人。人现在在哪儿？离开宴还有1个多时辰，正好桑枝替我更衣。哟，世子妃，您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我若不来，倒还真不知道侯府发卖一个江喜房的婆子，也值得动用正院的管事摆出这么大的阵仗。他犯了什么大罪？回世子妃，这老货手脚不干净，二公子怕他脏了贵客的宴请碟，特地吩咐奴婢把人打发了拖出去。你偷了？奴婢没偷，奴婢绝没有偷。世子妃，这可是人赃俱获，他自然不可以。我在问他，没问你。奴婢没偷，那杯子是有人趁乱塞进奴婢袖里的。奴婢在大账房做过事，不过是得罪了正院的人，有人一直不想让奴婢留在府里。你这该死的老巫领导头了，竟还敢胡乱攀扯正院！崔娘子，你这么急着堵他的嘴，是怕他把那人的名字说出来吗？把那只杯子给我，银是软的，这要在衣袖里藏了一会儿，杯壁怎么也会带点手心的潮气。可这只碎杯子连杯底都是干的，倒像是刚从库房架子上摸出来，直接塞进人衣袖里的。世子妃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崔娘子想拿只杯子栽赃一个做过大账房的人，这手法实在太粗糙了。你在大账房做了几年？12年。后来为什么被拨来洗衣服？因为奴婢偶然看过几笔不该看的旧账。闭嘴！
好啊，看来我今日这趟还真是来对了。这人我要了。世子妃，这婆子犯的是偷盗大罪！我说我要了，她真要偷了东西，回头我自会按听雪堂的规矩罚。可她既是从你们正月手里出的事儿，我便要问明白，到底是她偷了杯，还是有人借着一只杯想偷她这条命？听雪堂如今发卖人，竟要先听正院点口了。世子，奴婢不敢。不敢还来听雪堂后院拿人。回去告诉母亲，这婆子既是世子妃开口要了，便留在听雪堂。以后再有这种借发卖灭口的事，先想清楚，是不是做得太急了？老奴知错，老奴这就告退。能走吗？能，奴婢能。那就起来。世子妃，奴婢知道一笔要钱的旧去处。世子怎么来了？怕你只会摔杯子，不会收尾。那世子现在看我赢了几分？5分。怎么才多2分啊？人保下来了，线还没问出来，不算全赢。等等我。大哥大嫂总算到了，我还怕今日回门闹得不痛快，你们不肯赏脸呢。二弟多虑了，回门再怎么闹也是自家的关门事，倒是二弟这样惦记着替我们压惊，叫我不好不来。大嫂喜欢就好。妹妹如今进了侯府，倒是比从前更沉得住气了。若放在以前，听见这种戏名，只怕早该当场变脸了吧？姐姐误会了，失手碎杯这种事，我今日下午已经做过一回，现在再来可就不新鲜了。哦，大嫂下午还碎了杯？救了个人。什么人能劳大嫂亲自出手？一个做过侯府大帐的人。姑娘，世子，折腾了大半日，先喝口热茶暖暖身子。不喝了，去后诏房把许婆子带过来。是，奴婢这就去。世子，世子妃，起来回话。你下午说你知道一笔要钱的旧去处，你既肯求我护你周全，就该知道我要的不是一句两句。奴婢从前在侯府大账房时看过一笔分出去的旧账，名目上写的是给世子院补药，可银子最后没走药房，走的是通元钱庄。哪一年的账？永昌20年冬。永昌20年冬，那正是你病得最重的那一年。是，那笔银不算大，只300两。可奇怪的是，药房那边没记收，大账上却销得干干净净。奴婢那时多看了一眼，第2日那页旧账就不见了。谁拿走的？奴婢没亲眼见着，只知道当时来大账房取册的人是正院身边的崔娘子。果然，今日下午崔娘子急着处置他，看来他不是头一回干这种见不得光的差事。世子，奴婢也是怕死。你为什么一直没说？那年奴婢不过多看了几眼，家里儿子便在街上遭人伤了手，奴婢从那以后就再也不敢乱看了。打的是旁人，堵的却是一屋子的嘴。后来呢？后来奴婢被慢慢从大账房挪出去，直到今年才彻底被拨去江喜湖。奴婢原本以为只要认命，就还能混一条活路，可今日他们连一只杯子都要塞到奴婢袖里。奴婢才知道，他们不是怕奴婢偷，是怕奴婢还记得。这说明那笔账不是孤账，是活账。有人到现在都还在防着救人开口。世子，药熬好了，端进来。这哪是什么救人的药？瞧着，倒像是一把日复一日被端到眼前的冷刃。世子一直喝这方子啊？是，几年了。奴婢虽然不懂医，可从前替账房实抄过几回药单，记得有味药很少常年用。世子若真是虚寒，该是冬至多些，怎么会春夏也不断？找到了，不同季节不同症状，方子都略有增减，可这一味药几乎次次都在，叫温骨散。周嬷嬷，这药可有什么不妥？老奴只记得
前几年有位给世子请过平安脉的老大夫提过一次，说这味药不宜久用。后来那老大夫没过多久就离京了，这话也没人再提。虽然够不上实证，但这条线足够查下去了。青剑，属下在。去请城西回春堂的杜老大夫，不要走正门，也不要惊动正源。按他说的办。你在听雪堂先安心待着，往后若再想起什么，一字不漏都告诉我。世子，药线虽然起了头，可只凭一味温骨散还不足以把事情定死。我知道。那你怕不怕打草惊蛇？蛇若是一直缩在草里，你我怎么下手？这倒也是。今晚宴会上那句做过侯府大帐的人，算是我先帮世子打了一下草。不算帮我，算帮你自己。你比我更想看顾长安露馅，不是吗？是，我想看他装不下去，最好撕得越难看越好。我恨他，恨到连我自己都觉得钱是蠢的，无可救药。最开始我以为他只是仕途难，银钱紧，后来是我自个儿替他去盘铺子、盘庄子、盘那数不清的外账。每一回我都觉得再帮他一次，他便能记我一点好，再撑一阵，这日子总归能熬顺。可我熬到最后才明白，他不是想把日子过顺，他只是想把我用得顺手罢了。那这一世别再替人平账了。世子放心，这一世我只会把账翻开。那就从这味药开始。不止药，还有给你送药的人，替谷家平账的人，和前世把我用顺手的那群人。这一回谁也别想再藏在账后头。这碗药里藏着的可不只是病，先从这碗药算，就从今夜起，欠我的一个都别想跑。世子，回春堂的杜老大夫到了。世子，劳烦您夜里走这一趟。夜里走总比白日里惹眼强。老先生，可看出什么了？世子这些年确实不是单纯的体虚，是药有问题。这方子看着是温补，里头那味温骨散却极损气血。最要紧的是，它不会立刻显出大祸，只会让人一年比一年虚，瞧着就像是先天不足。那世子如今可还有救？幸好对方每次卡着分量，下得极稳，还没伤及根本。可若是再这么喝下去，往后就难说了。多久能调回？得看世子敢不敢赌。怎么赌？明面上药还得照常留着，免得送药的人起疑。入口的药，老朽会另开一份暗中换掉。那需要多久？半月见脉，3月见底。不过换药这事儿，绝不能叫其他人知。青剑，拿上药方，带杜老走后门，避开正院的眼线。属下明白。老朽在侯府行医多年，有些账终归是要算清的。世子，万望保重。怎么了？我在想，这府里的局做的到底是戏。若不是我前世吃过亏，今日又恰好把线索连在了一起，谁会往这种地方想？所以你立功了？只是立功，我还以为世子该封我个功臣。行，功臣，喝茶。
既然药线坐实了，我们下一步怎么办？先让对方以为一切照旧，再把送药的人、管药的和出钱的人一层层拎出来。后头要动真格了，你真要往下掺和？世子，我已经进了侯府的门，现在才问这个，不觉得太晚了吗？前头你闹的只是脸面，后头可就是真正危险了。世子既然知道危险，是打算让我下车，还是想自个儿去挡？不下也不挡，那不就得了？世子，我们来谈论一下药案，如何？第一，这药我们照接，药渣和空碗也得留着做样子。第二，让账房把这3年的药钱，还有跟通源钱庄的来往账目全部抠出来。第三，送药时辰和经手的人要重新排，哪天是谁端进来，谁碰过药渣，谁收过空碗，都得理顺。世子觉得呢？江婉，坐过来先。什么？药案看不清，你隔那么远，是打算叫我猜？通源钱庄那条线，我让青燕去。账房长顺，留给你。为什么交给我？他怕你。人只要怕了，做事就容易出纰漏。你去逼他，最快。那明日送药来的人呢？正院那边要是起了疑心呢？那就让他起。反正现在，该睡不着觉的人不是我们。世子，若我真把这条线替你翻干净了，你打算怎么谢我？你想要什么？先欠着，等我赢够了，再一并讨回来。贪心。我若不贪，前世不就白走这一遭了？姑娘，外头那些长舌妇把话说的难听极了，都传您是不祥之人，说您一进门就折腾的偏酷，走了水。他们还嚼舌根，说世子本就身子弱，娶了您，怕是压不住这福分。这套词编的倒挺顺的，谁放出来的风？下人们都在传，一时抓不着现行。不过老嬷嬷悄悄透了话，说最先是从二房那边露出来的。昨夜那出折子戏还没唱够，今天就急着用流言来凑数了。世子一大早就被老侯爷叫去前院了。姑娘，这脏水真要是泼实了，往后世子咳嗽一声都得算在您头上。走吧，咱们去哪儿？既然他们这么爱说，那咱们就把人聚齐了，当着面让他们一次说个够。大嫂来了，我还怕昨日回门闹得不痛快，大嫂今日不愿意出门呢。二弟多虑了，大家都在，我不来岂不扫兴？世子妃这2日确实辛苦，又是回门要账，又是满院子查账保下人，样样亲力亲为，怪不得外边都传听血堂这回是娶了位压得住阵的厉害者。姨娘这话是在夸我，妾身嘴碎，若说的不妥，世子妃别见怪。大嫂确实胆识过人，昨儿个连大账皇犯了错的旧人都敢保下，换做旁人还真没这个底气。二弟说的是，我若是个压不住阵的软柿子，昨日在伯府那把无名大火，怕是早就把我也一并牵连进去了。说起来也是蹊跷，我前脚刚念完母亲的嫁妆单子，后脚偏库就出了事。不知道的还以为动手的人心里太虚，急着毁掉痕迹。所以二弟若是真心夸我，不如夸我命运。那么大一场风波，愣是没沾着我半片衣角。大嫂，这张嘴真是一点亏也不肯吃。不吃亏，总比由着脏水往自个儿身上泼要好。
不然外头那些闲话传着传着，要真要传成我一进门就废了世子的福气。荒唐！谁在你跟前嚼这些舌根了？母亲若要查，下头多的是碎嘴的奴才。只是这流言既然都递到听雪堂门口了，儿媳总不能装聋作哑。世子本就身子弱，若是外头把他的病痛都赖在女人的命格上，传出去丢的怕不是我一个人的脸，而是整个侯府的眼。传我的话，后头谁再敢私底下嚼舌根，编排世子与世子妃，直接拖出去，重罚20。是夫人。姑娘，大姑娘在外头呢，没递帖子，也没走正门，只带2个丫鬟在侧门外等了半个时辰。她最要体面，若不是被逼得没法子，绝不会站在侯府侧门等我。那您见是不见？世子呢？在前院，请他进来。你过得倒自在。姐姐在侧门外等了这么久，就是为了夸我一句自在。江婉，你少装糊涂！若不是你回门那日闹了那一出，我和承安哥哥何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？姐姐不是一直最满意这门婚事？顾承安温雅有礼，顾家又有前程，你当初千方百计把我送上花轿，不就是舍不得这份体面？你懂什么？我是不懂，但我知道你如今在顾家过得不顺，不然今日也不会来求我。承安哥哥这几日像变了个人，他从伯府回去后，就开始查我母亲这些年拿过哪些东西，连我房里的头面和庄子单子都翻了一遍，这才哪到哪。顾承安一闻到旧账要翻，哪还顾什么夫妻情分？他防着你是怕你带去的不是好处，而是麻烦。我怕什么？我只是没想到他会因为你一句话就这样防着我。所以姐姐今日来是想让我替你去顾家说情，还是想让我别再翻你母亲的旧账？姐姐，你知道你和我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吗？什么？你直到现在还觉得顾承安是被我逼的，可我比谁都清楚，他骨子里本来就是个薄情寡义之人。你以为他在你面前的温柔是情分，但在他眼里，我们都只是能不能用、值不值得用的物件罢了。不可能，承安哥哥不是这样的人。那你想怎么样？我不想怎么样，我只是要回我母亲的东西。可母亲现在像疯了一样，她昨夜回去后，把院里几个跟过旧账的人都打发走了，还说若有人敢往外漏半个字，就别想活着出伯府。母亲一定是怕了，可我不能说的太多。刘氏动作这么急，果然是心虚了。还有呢？祠堂里那本足册，母亲说了，说你再不肯收手，就请父亲开祠堂，把你从族里除出去。姐姐回去替我告诉父亲，他若真敢开祠堂，我便去，断亲书我也签。你疯了！你一个女子没了娘家，以后靠谁？靠谁都比靠你们这群吸血的豺狼强。你家顾家不也正是想靠个前程？现在那前程翻脸比翻书还快，你倒来问我。他全都看穿了，他怎么会全都看穿？世子，他来做什么？来替伯府递话，说我再不收手，便要开祠堂，逼我签断亲书。我只是来劝妹妹。但你劝错人了，他若真签，我侯府接着就是。听学堂的人，不是谁想除名就能除的。侯府竟然真的站在他那边。江婉，你别得意太早，总有一日你会知道，离了江家，你什么都不是。姐姐，你错了，我恰恰是离了江家才像个人。想哭，
世子哪只眼睛看见我想哭了？两只都看见了。哭有什么用？早就该断干净。那世子眼神不好，要先别停，先治眼吧。还会顶嘴，看来是真不想哭。真有这功夫，不如想想祠堂那日你要穿什么，才能叫他们看着更懂。姑娘，今日去祠堂，您穿这身会不会太张扬了？就这身，我要让他们看清楚，我不是求江家留下我，而是去把自己从那堆烂人烂账里摘出来。世子不问我怕不怕？怕有用？没用。那问他做什么？他竟敢穿成这样来祠堂！你还知道回来？父亲都叫人开祠堂了，我若不来，岂不是叫族里白等一场？今日叫你来，是要论一论你配不配留在江家族册上。你只要低头认个错，这事未必不能从轻。从轻？母亲是要我认哪桩错？认我不该在大婚前夜替姐姐上顾家的轿，还是认我不该回门要我生母的嫁妆？又或者认我不该让伯府偏库那把火烧得太快？你放肆！放肆的是谁？是我这个要回生母陪嫁的女儿，还是你们一群吞了我母亲东西还想逼我认错的人？江婉，你还敢在祠堂里喷污长辈？那母亲敢不敢当着列祖列宗的面说一句，我母亲的嫁妆你这些年一无未动？他怎么会知道这些账？嫁妆的事儿慢慢查，今日既是说断亲，便别扯旧账。要把我从族册上划出去，却不许我说为什么走到这一步。妹妹，你何苦把家逼成这样？姐姐，你母亲逼我替嫁的时候，这是家；如今我回来要回我母亲的东西，倒不是家。别再说了。父亲，今日你若真要断，那就别说那些虚的。断亲书呢？悖逆不孝，毁家门体面，写得真好。只字不提替嫁，也只字不提嫁妆。父亲签了吗？你若真要如此，我自然成全你。果然，他们只想赶我走，不想换东西。父亲若要断，就连这句一并认，3日内清点交付我生母陪嫁。若有侵吞，尽归伯府自负。你做梦！那便别断，既想把我逐出去，又想继续吞着我母亲的东西，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？江伯爷，阿婉既是我侯府的人，她母亲的陪嫁，我侯府自然也会替她看着。今日这旨，你若签，我便认；若不签，往后外头问起来，我也会照实说。伯府开祠堂，不是为了断亲，是为了赖账。赖账二字传出去，伯府的脸就全没了。老爷，闭嘴！从今往后，你与伯府再无干系。完了，陪嫁的账也被他咬住了。好，那父亲记得3日之内把该还的东西送来。从今天起，我和江家再无半点牵连。这是什么？听雪堂司库的第2道钥匙，你不是刚断了亲，总得有个地方放你自己的东西。他这是给我留了退路。世子还没睡？不困。心里有事，自然不困。世子为什么待我不一样？一开始接你，是因为你有用。你知道顾家的线，你不怕把自己也压进去，说明你不会半路缩回去。原来一开始只是有用，后来呢？后来发现你不只是有用，你是站得住。很多人到了你那个位置，只会哭，只会求，你不是。世子，你夸人可真别扭。我没夸你。那你就是在招我站队。往后不管翻到多深，惹出多大的祸，你是不是都站我这边？只要你不往外推，我就不会把你推出去。行，那我就继续往前。
走吧，该休息了，夫人。好，这回你自己知道该往哪边站。世子，二公子地帖说老侯爷要和城外秋凉河租账，请您去验庄。这帖子有什么不妥？二公子多半不是冲庄子，是冲账房来的。他急着收口，说明账里一定有鬼。那我也去，看他想抹平哪一笔。行，你地里别喊累。母亲的陪嫁账、侯府庄子账、通元钱庄旧账，竟然都绕回同一个地方。外院账房修仓前被挪成周转银，数额正好300两。这个账不是庄头一个人敢动的。大嫂可看出什么？收财难不计修仓，偏计成临时周转。二弟挑账本的眼光实在不大好。混账东西，这等烂账也敢送到我面前来！二姑爷饶命，奴才糊涂，奴才糊涂啊！二弟揽了这差事，原是来查账，还是来盖账？大哥说笑了，我若真想盖账，又何必请你们来？账据有问题，带回去重查。他们竟然还要把账带回侯府！世子妃，夫人说该给您的东西一样没少。庄子呢？开箱。通元钱庄、清溪庄、江氏陪嫁借作底银，母亲的东西早就被人动过。世子妃，这些旧纸未必有用。有没有用，轮不到你说。这是通元钱庄旧银，至少5、6年前。我要去清溪庄找当年的老账房，只要找到清溪庄旧人，我让青剑陪你，我去盯顾家。这是沈夫人当年的押牌，这东西您认得吗？不是沈夫人，是伯父有人拿她的印信去通元钱庄借银。谁抵的？银子借给谁？300两。清溪庄、通元钱庄、顾家。母亲，我终于抓到他们了。顾家，我要放风给顾承安，让他自己去布账。这次你先信我，我来放儿。世子妃，丧志姐姐被押去规矩房掌板了。住手！谁打的？绑了。世子，顾承安进了通元旧库，里面起火了。旧账烧不尽，人也跑不掉。这笔账我会一笔一笔讨回来。